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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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hur。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自认为抽象型刷视频选手，那么上述这些画面你大概都见过，没见过也没关系，因为你很快就将接受这抽象般的洗礼。简单来说，这类视频往往都是一连串咒语般的语言临阵起手，同时再搭配上这种抽象的 AI 怪兽头一同出现。这种将两个甚至多个物品进行融合的 AI 创作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类似的流行趋势在前些年的蓝精灵猫和草莓大象身上都有体现的。而无论是早前的蓝精灵猫，还是你最近刷到的各种 AI 怪物，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附带脑斧属性的产物。脑斧嘛，是当选了2024年牛津词典年度热词的词汇，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词还是有些陌生啊。这主要是因为它是活跃在欧美互联网的概念，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外网上各种旋转视频嘛，是什么东西无所谓，只要是一个有着低清画质的正在旋转的物体就可以。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视频，却能让人反复盯着同一个画面看，会给旁人一种观看视频的人精神和智商状态都已经出现了明显衰退的感觉，就仿佛大脑已经腐烂了一样。说人话就是脑斧享受者都是以低级趣味为乐的抽象人，同样的事放在国内也是一样啊。不管你是旋转1分钟、4分钟还是10小时，全都能给你干到100万播放。毕竟有些东西是不分国界的嘛。当然，你要是问我有没有本土化一点的脑斧文化，那其实还真有。就比如那些充斥着老年人特色的视频，它就是一类很典型的脑斧文化。就是明明你心里都很清楚这玩意儿有多土，但还是不自觉的被硬控，稍不留神就会贡献200%的完播率。再带入近期出现的这些 AI 怪物啊，你会发现它们完美符合那种越是粗制滥造就是越有人看的特性，这就是脑斧入选牛津词典的硬实力。而除了那廉价以及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之外，另一大吸引人的点便是每个怪物的命名方式。其实这些名字也并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大多数情况都是对着几个有明确意思的词进行双关或者排列组合，然后再通过意大利口音的 AI 读出来。就比如 Capu capu cappuccino assassino， 这很明显就是 cappuccino 和 assassin 的两个单词组合啦。这种迷之生物的产出速率一般是十分迅速的，再加上造型也颇具怪诞感，很快便在互联网上传播泛滥。在传到国内之后，网友们便以 AI 山海经的名号来代指这些怪物。由于涉及到的种类众多，后续还发展出了一套 AI 山海经宇宙，甚至连补充相关设定的 wiki 网站都有了。咱们呢就不一一举例了，感兴趣的可以上 wiki 上自行查看。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很有代表性的，也就是开头我提到的那两个。Trallallero trallallà， 也就是这个穿着耐克鞋的三角鲨鱼，观众们普遍会把它当成是该系列最早出现的山海经怪物。由于它火的时候就是自带意大利语 AI 配音的状态，所以后续的创作也基本都采用这一模板。Tung 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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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hur。 另一位选手可以说是目前所有怪物中人气最高的一个，其形象就是一个拿着木棍的木棍人。因为整体是偏人形的设计啊，所以看久了确实会产生恐怖谷的效应。他的角色介绍是一个由印尼口音的 AI 配的，他名字里有通通通，其实就是敲鼓时会发出的声音。结合 Wiki 里对他的介绍，很容易就让人产生一种颇具恐怖的怪谈感。作为最受欢迎的山海经怪物，它除了能在游戏里充当恐怖要素，还能结合 AR 来一点贴近现实的玩法。相关的手机 App 也是光速产出的。而在众多二创中，存在着两种深受广大网友喜欢的玩法。第一种就是把 AI 山海经中的怪物放到一起来一场大乱斗，由于战斗画面也是 AI 生成，所以每次都能看到意想不到的超展开和对局。一些网友还会根据这个实战表现，详细的分析他们每个人的真实战力，并且给出当前赛季下的英雄强度排行榜。看着他们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不了解真相的吃瓜群众没准还真以为这是什么真实存在的游戏呢。随着大批玩家的不断涌入， AI 山海经也开放了国服渠道，一些国服特供英雄也是纷纷登场。第二种玩法为神人大考验，俗称就是看图猜谜，给定一个怪物的图片或者只展示其中的一部分特征，然后完整的念出这些怪物的全名，一下能分辨出谁是核心老玩家，谁是云玩家了。Tripa tropa tralala liri lara tum tum sahur boneco tutu tralalero triti tropa crocodilo. Tripa tropa tralala liri lira tung tung sahur boneca tung tung tralalelo tripi。 不得不说啊，这 AI 山海经看多了，真是越来越能理解在未来娱乐会被随机生成这句话了。你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可能会一头雾水，觉得你这个小编说的是地球话吗？但这就是脑斧啊，它就像赛博臭豆腐，闻着臭，刷起来还真让人停不下来。对我来说，这些玩意儿基本成了我最近追的最猛的短视频，特别是看着一群人把这个当游戏聊的桥段，颇有种当年阿牛小卖部那味儿了。你说啊，照这个势头下去啊，这个系列会不会也发展成类似后世那种体量的 IP 呢？怎么说呢？感觉也不是不行，大概吧。